大家好，众所周知，赵丽颖、冯绍峰婚姻的破裂跟婆婆的态度有着莫大的关系。这里面掺杂了大量传统思想、现代思维、家庭环境、文化背景等等各式各样的矛盾和冲突，三言两语难以尽述，而且很难说谁对谁错。比方说，绍峰妈打小就把妈宝当成了女娃子来养，各种的胭脂、口红、梳妆打扮，让冯绍峰自小就养成了婉约阴柔、多愁善感的女性气质，以至于冯绍峰在一档奇遇人生的节目中坦诚说，只要是遇到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，他都会回到家后抱头大哭。说实在的，同样作为男人，即便遇到再大的委屈，我也没试过这么低的泪点。当然，这也不是什么好事。女人比男人长寿，就在于情绪容易发泄出来，眼泪容易释放压力，负面的情绪不容易积聚成病根，以及雌性激素同样也保护了心血管等等体质性的因素。因此，绍峰妈把男娃当成女娃来养的做法，绝对谈不上对错，只关乎于个人的喜好而已。只是结果如何就见仁见智了。毕竟一个40来岁的帅气俊朗的大男人，偏偏身上散发出大量长不大的孩子气以及玻璃心的阴柔气。有些人可以接受，有些人就有点难了。而这些人当中，就包括他身边的那个逆境不倒、个性坚强的赵小刀赵丽颖了。所以每次看到自己的丈夫，但凡遇到不顺心的事情，就回家大哭一泡。作为妻子的赵丽颖只会干2件事，第一件事就是看着妈宝哭个够，第二件事就是等到妈宝哭完之后，就让他看看孩子。这个意思再明显不过了，一个当爹的人就该有当爹的样子，也就是说，为母则刚，为父更要强才行。赵丽颖出身贫寒，乡野长大，从底层群演开始，跑了足足10年的龙套，小小的年纪就饱尝艰辛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然而，只有打小就品尝过酸甜苦辣，经历过摸爬滚打的人，才会学会坚强和勇闯。对于这样的女孩子来说，眼泪和软弱都是奢侈品，因为没有人会因为她的眼泪和软弱而善心大发，给她机会，给她希望。她只有继续藏起眼泪，努力绽放笑容，通过10倍、100倍于别人的坚强、信念和实力，去赢得掌声、尊重以及机会，别无他法。对比赵丽颖，从小就被当作掌上明珠，凡事都顺风顺水的冯绍峰，难免养成了一颗少女心、公主心，因为他从小都被暗示说，你的撒娇、你的脆弱，需要被看见，需要被尊重，需要被理解，需要被呵护。于是乎，冯绍峰打小就在宝宝乖、宝宝亮、宝宝抱抱举高高的环境中长大，跟着在成年之后桃花盛开的大帅哥，也是一路都特别容易跟理性成熟的女人擦出火花。虽然结果都不好，例如比赵丽颖刚好大1岁的长相相当成熟的杨幂。说实在的，外表娇小内心刚强的赵丽颖虽是女性，却饱经大风大浪，看透了悲欢离合。20多年的社会漂泊和江湖经验，让她甚至比不少钢铁直男还直男，甚至还胜男。这就是冯绍峰最看重的地方，因为他终于幸运地碰上了全中国最坚强的女性的臂弯。只是作为一个大男人，因为一些不顺心的事就回家抱头大哭，这种脆弱的情感和卢瑟的写照，让为母更强的赵丽颖相当的无语，只能重复上述的2件事。因为一个比自己大10岁、高15公分的中年壮汉，居然柔弱不堪，浑身的公主病，这让旁边的女人情何以堪呢？虽然冯绍峰打小就有老妈的一路呵护、保驾护航，做最温暖的臂膀和港湾，但赵丽颖毕竟不是他的老妈，而是他的爱人，是一个家2根柱的其中1根。况且赵丽颖无论如何乐观和坚强，她的身体、她的骨子里依旧是女性，依旧需要比她更坚强的臂弯，以及给她更安全的港湾。
您说对不？欢迎您发表更多视角的不同高见，多谢支持，非常的感谢。